当地时间17号，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他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实现整体性好转。对于有人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刘鹤强调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与会期间，刘鹤还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政商界人士进行了友好交流。论坛活动结束后，刘鹤与美国财长耶伦在苏黎世进行双边会晤，中美经贸关系再次成为全球焦点。刘鹤在论坛讲话中表示，2023年中国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努力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保持物价和就业总体稳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我们欢迎更多的外资来华投资，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我们相信，经过努力，2023年中国经济会实现整体性的好转，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正常水平是大概率的事件。刘鹤强调，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开放是促进改革和发展、推动中国经济进步的重要动力。中国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现在有人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人民是不会走这条路的。我们要坚定不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毫不动摇地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我们要保护竞争，反对垄断，保护产权。刘鹤还提及中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房地产业相关风险的情况。他指出，房地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个领域的风险如果处置不当，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必须及时干预。通过多项果断措施，市场供求关系明显改善。刘鹤还表示，碳中和不仅是中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国发展的内生性要求。中国将坚守对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积极推动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对于本次年会主题在分裂的世界中加强合作，刘鹤表示，国际社会应当坦诚面对分裂现状，提倡正和博弈，找到有可能扩大合作的共同点，探索扩大合作的有效机制。继续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这一点非常明确，给世界一个非常清楚的信号，发展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另一个呢，就是开放。整个世界实际上是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模式本身是认可的。那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市场经济模式和欧美日的市场经济模式彼此之间是不冲突的。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素有世界经济风向标之称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首次于冬季以线下方式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约2700名政界、商界、学界和媒体代表齐聚达沃斯。本届论坛的举办也恰逢国际社会面临几十年来最复杂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刘鹤副总理的演讲受到与会者的广泛关注。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始终高举合作共赢大旗，凝聚团结力量，坚持扩大开放，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与会代表和国际社会相信并期待，随着中国经济活力和潜力不断释放，必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不断注入信心和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中国调整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将使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并让中国再度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来自泰国的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阿里亚普鲁亚指出，中国经济稳定复苏将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积极因素。近期不少国际投资机构认为，随着中国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出现持续快速的提振。相信随着中国疫情防控转入新阶段，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将不断积聚增强，深化改革开放的红利将持续释放。新一年的中国经济必将呈现整体好转，实现更大发展，为世界经济
做出更大贡献。17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2年国民经济总量突破12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在世纪疫情反复延宕和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考验下，这份成绩的取得殊为不易，充分表明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与此同时，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预计中国经济将在2023年稳定复苏，并为世界经济提供动力。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援引世界银行的分析报道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将带动新加坡 GDP 增长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 GDP 也将随中国贸易恢复而增长。汇丰银行在其1季度报告中表示，中国的出口增速仍超过全球贸易增长。瑞银集团表示，许多跨国公司正扩大在中国的生产和投资。3年的疫情实际上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的是供给冲击，也就是供给不足。中国作为制造业的大国，也是世界的制造中心，同时也是世界的市场之一的话呢，就是这个世界性的供给如果能够恢复出来，并且向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出来的话，再加上它本身就蕴含着的强大的需求，这样看的话呢，供给和需求同时会支撑中国经济，也支撑世界经济。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刘鹤副总理还拜访了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并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政商界人士进行了友好交流。冯德莱恩在演讲中也提及欧洲与中国的关系，他表示，双方在很多领域需要展开公平合作，而非脱钩。We still need to work and trade with China,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this transition. So we need to refocus our approach on de-risking rather than decoupling. 芬兰总理桑纳马林在出席论坛期间也表达相似观点，他认为与中方脱钩根本不可能。I think this is a reality that we are now facing. It doesn't mean decoupling now. It doesn't mean that. It's impossible. We are all too connected economically. We are too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And I don't mean that we should decouple today. That's not possible. It's not reality. 当地时间18号，刘鹤与美国财长耶伦在瑞士苏黎世进行双边会晤。刘鹤表示，中美两国就气候变化、经济等议题需要认真沟通及协调，应以大局为重，尝试管控分歧，寻求共识，希望合力维持中美关系稳定。刘鹤表示，已准备好深入交流。耶伦则表示，美中作为世界首2大经济体，有责任管控分歧，避免竞争演化为冲突。又指两国有迫切需要就宏观经济及财政状况沟通，两国有意见不同的领域会直接沟通，不应该因缺乏沟通而出现误解，使两国双边经济及财政关系恶化。耶伦期待访华，也欢迎刘鹤访美。过去一段时间，中美经贸团队保持良好沟通。此次会面为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协调。这次会面将是耶伦担任美国财长以来首次与刘鹤面对面会谈。此前两人共进行了3次视频通话，最近一次是在7月5号，刘鹤应约与耶伦视频通话，双方就宏观经济形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议题交换了意见。有分析指出，中美经贸关系再次成为全球焦点。外界注意到，当前美国仍在经贸、高技术等领域继续推动与中国脱钩，一门心思遏制中国发展，而中国在核心利益上的立场不会改变，两国经贸关系仍面临诸多挑战。美国过分关注自身利益而有选择性地进行合作，通过限制中国的手段来谋取竞争优势，这些做法既不利于双边贸易投资关系，也不利于美国经济发展。美国现在单方面对中国的这种不合理的政策，或者是打压政策，可能最终一定会落到自己的利益损失。这一点上看，双方的这个经济相关的掌舵人，应该说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谋求比较对未来看的话呢，平衡发展这样的一个
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17号以视频方式参加达沃斯论坛时表示，中国和美国都有必要采取有限和具体的措施来改善世界上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他还称，从长远来看，华盛顿和北京应该权衡两国发生冲突的风险。这两个国家不仅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有竞争，也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They need to do something that has never yet happened. 对于台海问题，基辛格称，双方应避免采取暗示即将摊牌的行动和冷漠的威胁性语言，从而为对话创造条件。近年来，基辛格多次就中美关系表达看法。去年7月19号，基辛格在接受彭博社访问时表示，如今在地缘政治问题上，需要尼克松式的灵活性来帮助化解美国和中国之间、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等。他提醒美国总统拜登不要与中国进行无休止的对抗。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刘鹤副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说，中国经济2023年会实现整体性好转，那么您怎么看呢？主持人好，刘鹤副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做了一个很好的演说。首先呢，他从5个方面讲述中国发展的经验，相应的回应了世界对中国的关切，反击了美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和扭曲。他说呢，中国经济之所以发展良好，一是坚持以经济为中心，二是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三是坚持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四是坚持依法治国，五呢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这5点经验呢，驳斥了西方对中国的5种扭曲看法，包括中国正在搞政治优先于经济，在部分的恢复这个计划经济，对外开放有所收紧，更注重经济内循环，不怎么支持民营经济等等。刘鹤呢，从宏观层面向世界发出了强劲的信号，中国经济呢会更开放、更市场化、更有力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这呢可以打消外资外企的疑虑，增加对华投资，与中国各类企业强化合作。那么这次达沃斯论坛的主题呢是在分裂的世界中加强合作。刘鹤的演讲呢，显然是为了消除世界对中国的误解，来推动这个全球合作。对于他的演说，这个国际媒体的评价呢也比较高，同样的呢也增强了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德国之声说，刘鹤的演讲明确发出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扩大对外贸易、吸引外资的信号。纽约时报说，刘鹤到达沃斯论坛演讲呢，意味着中国重返全球舞台。刘鹤呢，试图让听众放心，中国仍然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法国的《世界报》说，中国调整防疫政策以后，经济正在复苏，商界人士已经站在了起跑线上，生意呢做起来了。即便是美国人，也不想错过中国经济重启这艘船。渣打银行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说，中国经济在今年的下半年呢将燃烧，对世界经济呢产生重大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可能呢不会太凄迷了。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经济呢从今年第1季度开始将出现较早、较强劲的复苏。市场呢不能够低估这个中国重新开放的深远影响。刘鹤在达沃斯会见了美国财长耶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将访华。中美作为第1、第2大经济体，在今年能会有更多的合作吗？世界呢现在都在期待中美合作，以拉动世界经济复苏。但是呢，美国采取的政策主要还是拉阵营、搞分裂，用新冷战方式来遏制中国，以维护自己的霸权。美国最新的动作是拉拢日本、荷兰，对中国限制芯片及制造设备的出口。荷兰呢不答应，日本有点犹豫。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中美能不能降低对抗的烈度，增加合作面，就备受世界关注。刘鹤与耶伦的会谈呢，是2国经贸高层的一次面对面会晤。据说呢，美方既在仔细的审查这个中国技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究竟是否构成了风险，同时呢，也力争呢让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国引擎不要受到过多的伤害。而中方呢，则是敦促美国放宽对华加征关税，以帮助美国降低通货膨胀，降低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负担。这多少呢有些和好的迹象，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可能呢会形成一些共识。
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所谓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第2次实体谈判17号在台北结束，美方派出超过20人的团队抵台，让民进党当局兴奋不已，就着所谓大阵仗大吹特吹。但是在公布的11个议题中，台湾到底能得到什么好处？岛内舆论一片担忧质疑之声，唯恐再被薅羊毛。国台办近日正告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合作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出卖岛内民众的利益，谋取政治私利的恶劣行径，必遭清算。此次谈判会议1月14号起在台北登场，美方派出由贸易代表办公室助理贸易代表麦卡廷带领的超过20名谈判人员，台当局则由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杨珍妮会同多个部门的人员出席。会议中交叉讨论11大议题，台当局希望以贸易便捷化、中小企业反贪腐和良好法规实务4大议题为优先。不过，外界注意到议题中并没有包含关税减免，大部分的条文双方都已经有共识了，那还有少数一些条文还需要双方再继续做协商。我们已经讲好了，可以用视讯的方式台经贸谈判办公室谈判代表邓振中会前受访时反复声称，与美方很多看法都有一致性，4项优先议题的文本草案已出炉。若讨论顺利，可以就若干项目签署早期收获协议，但具体时间点尚难确定。希望全部11项议题均可在年底签署贸易协议。所谓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于去年8月启动谈判，同年11月在美国纽约召开首次谈判会议。岛内舆论认为，这一倡议基本上是弥补台湾未被纳入美国主导的印台经济框架的安慰奖。事实上，就是要求台湾根据美国的标准来进行规则和一些政策的修改，以便于美国更多的商品能够更便利地进入台湾市场。另外还有包括就是吸引一部分的就是尤其是台湾方面半导体或者高科技的企业以后去赴美投资。那么其实主要还是基于美国自己的考虑的，而台湾方面需要或者一直期待能够得到的，比如说更大的美国市场的准入权或者是更低的关税等等，美国是绝口不提的，而且应该说也不可能给予台湾这样的待遇。但已经进入下台倒计时的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竟大言不惭声称，获得此项倡议的谈判机会，是因为台湾此前已经解决了很多贸易障碍，包含开放莱猪与日本核食。对此，岛内舆论痛批，莱猪与日本核食本应该是当局为保障民众健康要尽全力守住的关卡，如今还敢把牺牲民众健康这件事拿来说嘴，对美国因此愿意施舍台湾一个效益与效力都未知的倡议沾沾自喜，简直就是搞不清楚状况，价值观错乱。讲你仔细去看那个每一个细项，里面都包含了很多美国商会每一年的抱怨事项在里头。那我很想问的是，如果这些抱怨事项我们通通都如美国商会的愿，对台湾真的是好事吗？恐怕这个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台湾政治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林祖嘉称，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中国国民党籍明代李桂敏称，所谓倡议与协议根本是两回事，其内容并未经过美国国会的授权，包括关税减免、市场开放等重要事项也没有纳入讨论，所以实在看不出当局鼓吹的重大进展。更让人担心的是后续谈判，民进党当局会不会一味配合，反而把台湾的优势与筹码都赔出去？那他讲的这一项一共有11项要谈的项目，基本上没有一项是我们要的，都是美国要的。那也就是说，这又是另外一次美猪事件嘛，美国人又要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了。你如果说是一个协议，那你要经过立法院，对不起，随时跟立法院报告。可是我这个倡议是什么？倡议什么都不是，所以呢就规避掉你立法院跟社会的监督，所以蔡政府呢就可以直接跟美国去谈条件，然后呢，美国要的都答应了。对于美台所谓的经贸谈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1月11号的例行发布会上指出，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洽商任何具有主权意涵或官方性质的协议。我们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企图打台湾牌，阻止中国统一和民族复兴，不会得逞。值得注意的是，美方这个经贸谈判团此次前来，并未安排会见蔡英文。不过，蔡英文17号上午在会见窜台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托德杨时声称，希望与美方建立更全面的经贸伙伴关系。
会见中，蔡英文还不忘大谈所谓民主芯片的重要性，希望构建民主芯片永续产业链。去年12月，台积电斥资120亿美元在美国建设的第一家芯片厂，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举行了开业典礼。台积电继而宣布，在美投资额还将加码至400亿美元，在凤凰城建造2座工厂，计划分别于2024年和2026年投资生产4纳米和3纳米芯片。出于对台湾半导体产业链外移的忧心，岛内网友对蔡英文的所谓民主芯片嗤之以鼻，并抨击称，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正在一步步转移到美国，以后还能形成永续产业链？这么重要的筹码，你就这样送掉了？美国其实只是想把台湾现有的这部分的芯片高端产业链的话掌控在自己手中。这个参议员的访台，其实也是为了更多的吸引芯片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赴美投资，增加美国就业，为美国创造税收，但是同时又可以降低台湾在这个领域或者产业链上的这种掌控地位。对于美国而言的话，从战略上、安全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但是最终受损的其实是台湾自己会被掏空。台积电通常被岛内戏称为护台神山。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曾将半导体产业形容为台湾的龟盾，即世界各国都需要台湾高科技产业的支持，没有人希望台湾发生战争。不过，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的波廷杰，近日在窜台时否定了龟盾的概念。他恐吓说，相信龟盾的存在是一种自欺欺人。如果大陆武统台湾，必然会摧毁台湾的半导体制造业，而即使设备未被破坏，届时也将无法良好运作。但波廷杰很快就暴露了他此番言论的目的。他说，美台半导体产业关系密切，台积电赴美设厂能更深入地结合产业合作。观察指，美国自己都承认，想通过军事手段阻止两岸统一已经是不可能，但美国不肯轻易放弃台湾这张底牌。早在去年，美国就有人提出所谓焦土战略，当时的说法是摧毁岛上包括台积电在内的所有关键产业，把整座岛变成一片焦土，以此来迫使大陆放弃统一台湾。但现在看来，美国真正的目的其实是恐吓岛内的关键产业，好让他们全部流向美国，榨干台湾最后一丝价值。就是美国有一些人是完完全全是根本毫不顾及台湾自身的利益，毫不顾及台湾老百姓的这种福祉，要榨干台湾最后的这么一点点的这种剩余价值，服务于美国自身的地缘战略利益。俄罗斯宣布，在接下来的3年里，将对其武装部队展开重大改革，并将扩军至150万人。根据俄方说法，此次大动作是西方对俄发动代理人战争所致。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近几个月来，西方加紧军援乌克兰，俄军在战场上颇为不顺，领导层也随之多番改变，和谈迹象渺茫。僵局之下，俄罗斯军改传递哪些信号？来看报道。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军政会议上表示，2023年至2026年，俄罗斯军队将实现大规模调整，其中包括将人数增至150万人。此外，还将不断优化俄军武装部队的兵种结构、军事行政区划的划分等，并将成立2个新的跨兵种战略军区——莫斯科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俄罗斯在俄乌冲突持续背景下进行大规模军改的罕见举动，还是引发了多种解读。因为就在年初，俄军已有一次大动作，由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取代大将苏罗维金，成为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短时间内，俄国防部再宣布启动军改。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这些改变是必要的，是西方对俄罗斯发动代理人战争所致。主要呢，还是为了修正这个俄军在这个俄乌冲突期间表现出了一些问题。另外一个这个目的呢，也是考虑到这个北约的进一步的东扩，给俄罗斯在新的战略方向上增加了压力。现实情况是，俄军过去数月在战场上接连受挫，曾经控制乌南部和东部的大片地区被乌军夺回，两军已在乌东地区形成相持。俄国防部因此在国内遭受尖锐批评。乌军方面，伴随着美西方加码军援乌克兰，并开始在重型武器装备的提供上松口，美制布雷德利步兵战车、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英国挑战者2主战坦克的供应基本板上钉钉，乌军在反攻上获得有利条件。分析认为，随着局势愈加复杂，俄乌在战场上与外交上都陷入僵局。此次俄方进行军改，已释放出这场冲突极有可能将成为一场持久战。其中，俄军将扩军至150万，也印证了这一观察。
去年9月，俄总统普京签署部分动员令，增兵30万人，而这一目标仅在1个月后就完成。上个月，普京还对外透露称，目前30万动员兵中有15万人在靶场接受训练，另一半在战区。这对特别军事行动来说已经足够。在这30万新兵力还没有全部派赴战场的情况下，俄军再次扩充兵力到150万。为了统筹这些新增的人员，俄军还成立了2个新的跨兵种战略军区——莫斯科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在芬兰接壤位置的卡累利阿共和国组建3个摩托化步兵师和2个空降突击师，并将西部军区、中部军区、东部军区和北方舰队的7个摩托化步兵旅改制成师级建制，同时还将加强空天军部队、海军部队和战略导弹部队的兵力。事实上，去年年底的一场会议上，俄防长绍伊古就提出一系列增加部队员额的细节建议，包括将军事人员数量提升至150万，并维持现有的征兵和合同兵制度，但合同制军人数量应增加到69.5万，等于是现役合同兵员额的2倍。此外，俄国防部还建议调整征兵与招募规定，例如将义务制征兵年龄由18岁提升至21岁，最高年龄限制由27岁调整为30岁，且人员将有机会从服役一开始就签订合同。分析认为，通过提高合同制军人数及比例来实现扩军计划，这意味着俄罗斯预设俄乌冲突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希望确保前线战斗人员数量充足。更加重视数量优势，而不仅仅是这个质量优势。上一轮军改呢，它实际上是非常重视志愿兵，非常重视这些签了合同的这种志愿兵，但是对于短期征召的这些义务兵的这个重视是比较低的，使得这个俄军的这种人力的这种规模非常有限。此外，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消息称，俄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前往圣彼得堡出席列宁格勒突破封锁80周年纪念活动。他参观了列宁格勒保卫战相关纪念馆，并接见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兵以及爱国社会组织的代表等。美国和乌克兰最高军事领导人17号在乌克兰和波兰边境附近的一个地点进行了首次面对面会谈，为乌克兰向美西方提出需求提供了窗口，也为即将召开的由美国主导的商讨增加对乌武器援助的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做了铺垫。外界注意到，西方国家正在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包括美国大幅扩展对乌军训练。美联社的报道披露，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莱是在波兰东南部的一个秘密地点会见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会谈持续了几个小时。值得一提的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米莱和扎卢日内在过去1年里联系频繁，谈论乌克兰的军事需求和战场状况，但两人从未见面。有分析指出，这表明美方预计未来几个月战事或将加剧，正为乌克兰向俄罗斯发起猛烈反攻做准备。扎卢日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称，在与米莱的会谈中，他主要概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紧急需求。扎卢日内上个月接受英国经济学人采访时曾表示，乌克兰至少需要300辆坦克、600至700辆步兵战车和500门榴弹炮，才能抵御俄罗斯的来袭。美乌最高军事领导的会面为本周内多国军事领导人的一系列高级别会议拉开序幕。米莱和北约多个盟国的国防部长将于18号和19号在布鲁塞尔会面。此外，由美国主导的约50个国家所组成的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随后将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举行会议，以商讨增加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美军方称，此次会面将使米莱在与北约军事首脑的会议期间，能够向其他军事领导人转达扎卢日内的关切，以及描述俄乌冲突中的具体作战状况。外界注意到，米莱此前访问了位于德国格拉芬沃尔的2个训练基地，视察作战训练情况。五角大楼早前宣布，美军15号起在德国开始对乌克兰军队进行新一轮更大规模作战训练，目标是在未来5至8周，让一个营的部队大约500人在训练后重返前线。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这是俄对乌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米莱首次访问位于德国的训练基地，表明对此次训练的重视。此外，约100名乌克兰士兵当地时间15号抵达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军事基地接受特训。美国计划在几个月内完成对乌军操作、维护和保养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培训。如果这一计划经过战场检验可行的话，五角大楼将扩大训练规模。 This is part of the discussion and part of the training that you see already taking place in places like Europe
to enable the Ukrainians to train on these systems and then employ them effectively. 乌克兰这个装备一部分这个爱国者反导系统呢，当然会提高这个乌克兰军队的这些防空的能力，包括反导的能力。但是呢，其实它很难改变整个的这个战场局势，它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政治上的一种宣示的姿态。在美国的带领下，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波兰在内的其他北约国家近日也纷纷加码对乌军援。除了英国成为首个确认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的国家，法国也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装备105毫米火炮的轮式装甲车。德国总理舒尔茨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4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及1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宣称，目前正处于战争的决定性阶段，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更多重型武器将被运往乌克兰。需要指出的是，针对向乌克兰输送重型武器，北约国家满口承诺，但现实却很骨感。由德国研制的豹2主战坦克目前广为欧洲各地军队使用，并且性能优异，成为乌克兰眼中的香饽饽，多次向北约国家讨要，但始终未果。制造商德国莱茵金属防务公司日前表示，手头现有22辆豹2型坦克和88辆豹1型坦克，但需要1年时间维修才能供给乌克兰，最快要到2024年初。而且在订单得到确认之前，该公司无法负担数亿欧元的成本。另一方面，德国控制着所有豹2坦克的出口许可证，因此只有德国才能最终决定任何国家可否出售或捐赠坦克。而此前德国一直未松口，理由之一便是其他西方国家也未提供主战坦克，德方不会单独行动。德媒称，英国近期承诺交付挑战者2坦克的做法，将鼓励其他欧洲国家迅速效仿，德国由此受到各方压力。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豹式坦克的波兰也加入对德国施压行列。正在德国访问的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喊话德国政府，要求他们采取果断行动，否则乌克兰的失败可能会成为第3次世界大战的前奏。波兰总统杜达则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扬言，正在组建一个西方国家联盟，向基辅提供坦克和装甲车。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就是说北约国家向乌克兰转让这个一部分重型主战坦克和步兵战车，会增强乌克兰在下一阶段对俄罗斯实行这个战略进攻，收复失地的这样的一种能力。但是它现在目前来说，就是计划转让的坦克的数量是相对有限的，可能就是只够装备一个旅。对于未来的这个需求来说，应该还是有比较大的缺口，而且人员的这个熟悉装备的需要一个过程，形成战斗力需要一个过程。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石红。石先生您好。俄罗斯计划用3年时间对军队进行大规模改革，包括增加员额至150万，新增2个军区，大量设置师级作战部队，采购新型武器装备等。那么您对于俄罗斯的新一轮军改怎么看呢？俄罗斯这次军改的背景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导致俄罗斯地缘战略环境空前恶化。俄罗斯意识到呢，必须大幅强化军力，才能应对来自北约的巨大威胁。所以俄罗斯的这次军改完全是围绕和北约的对抗进行的，特点非常鲜明。首先呢，俄罗斯扩军着重是增加能打仗的兵，也就是合同兵。从防长绍伊古公布的计划看呢，合同兵要增加到69.5万，比之前增加1倍还多。合同兵服役时间长，军事素质高，而且能够出国作战，是俄军作战力量的骨干。这就能够看出呢，俄罗斯是在应对和北约之间可能发生的大规模高强度战争啊。其次呢，俄军将新设多个师级作战部队，并且将现有的多个旅扩充为师，是因为呢，俄军通过俄乌冲突发现旅级部队呢难以应对高强度作战，只有师级部队才可以。而未来如果和北约发生战争呢，必然是高强度啊，所以呢，俄军必须在部队编制上呢满足需求。再次呢，新增的2个军区是莫斯科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这就可以看出俄罗斯军力部署的重点是西部和西北部。现在俄罗斯只有一个西部军区，是难以应对北约的巨大军事压力的。而新增2个军区之后呢，能够大幅减轻西部军区的压力。其中莫斯科军区呢，主要是防御首都圈，而列宁格勒军区呢，则明显是应对
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之后，俄罗斯西北部的安全压力。俄罗斯新一轮的军改呢，还可以看出俄罗斯现在呢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经济发展放在第二位。从某种程度上讲呢，俄罗斯现在开始奉行了军事优先战略。那在您看来，俄罗斯的新一轮军改能否顺利完成呢？俄罗斯的新一轮军改要在3年内完成，还是存在相当难度的，主要取决于这样几个因素：一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俄方要在3年时间里对军队进行大规模改革，可以说时间紧、任务重，尤其是需要强有力的军费支持。然而，俄罗斯的经济呢，要在3年内有大的发展非常困难，再加上俄乌冲突呢，还要消耗俄罗斯大量的资金、人力和装备，因此俄罗斯在财政上面临巨大压力。如果俄方呢压缩其他民生领域的开支来增加军费呢，时间长了有可能引发俄罗斯国内民众的抵触情绪。二是俄罗斯的政局是否稳定。这轮军改呢是总统普京主导，而普京的总统任期呢仅剩1年时间。2024年呢，俄罗斯要举行新的总统大选，如果到时候出现变数，是会影响到这轮军改的后续推进的。三是俄乌冲突的影响。俄乌冲突呢，到现在仍处于僵持局面，而最近呢还呈现出进一步升级的情况，因此呢，俄乌冲突今后会如何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呢，必然会影响到俄罗斯的这轮军改进程。北约最近在对乌援助方面出现了重大变化，一是援助资金明显加大，二是武器装备越发升级，三是北约和欧盟开始联合起来协调行动。那您觉得这是否说明北约在深度介入俄乌冲突，会否导致局势变得更加严峻复杂呢？是的，之前有不少分析称俄乌冲突俄罗斯输不起，实际上在乌克兰背后的西方呢，面对俄乌冲突同样输不起。到目前为止呢，西方给乌克兰提供了巨量的资金、武器装备、不间断的情报支持，并且呢对俄罗斯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制裁。因此现在的俄乌冲突已经不是俄罗斯和作为西方代理人的乌克兰在战场上的较量，而是演变成了俄罗斯和西方的全面较量。在这种情况下呢，西方自然是输不起的，尤其是对北约来说，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甚至不少北约国家呢把自己的武器库呢都腾空了。如果还是无法击败俄罗斯，那么北约的影响力将会遭到重创。现在北约开始给乌克兰提供步兵战车、轮式突击炮、主战坦克，包括爱国者在内的更先进的防空系统，显然是想通过加大筹码，以便让乌军在战场上打破僵局，反推俄军，最终迫使俄方呢向西方低头。然而呢，面对北约对乌军援的持续加码，俄方也毫不示弱同样以更加强硬的姿态呢进行回应。如此一来呢，俄乌冲突接下来会变得愈发残酷的。好的，谢谢石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